南京国际房车展，我们来看看房车展里有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看经济下行的时候，这个房车到底好不好卖啊？曾几何时啊，这些承载着诗和远方梦想的房车一度被视为中国中产阶级消费升级的标志啊。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啊？但是现在现实给了大家沉重的一击啊。可以看到观展的人还是很少的，现场有点冷清啊，没什么人。对，看看我想看的房车长啥样啊？我想看的都是那种商务车类型的，我想看都是那种用依维柯他们改的，或者像这种的，对这种的，对，就是看起来外观比较低调嘛，或者像这种升顶的，这种是福特的，你看它里面空间也 OK， 还有这种的。这个是一进门的展位啊，是他们应该算是黄金展位吧，人就已经不是很多嘛。这种是升顶的，你进来看，这个上面是可以住人的，长得高是有坏，它是升顶的，上面是可以床，然后这边你看微波炉，它可以把它放下来是吧？对，就开的时候它肯定放下来的嘛，你看，这个是可以洗池子的，然后这边坐在这，它也不大，对吧？过去几年的房车展我也是过来看过这边是可以拼的，成床的，巅峰时这种期车比较好几百家开，，它前面就是个正常的，你看就现在的话，你看可能展上只有不足100太小了家，是吧几十家。那太大了也不太大了，开起来不方便呀。啊，对对对。对，你好多地方进不去啊。多用收点东西。展位面积也是有了大幅的下降。对，这个你在外面人家看就觉得是商务车，对吧？这种就是一铺，然后在这儿就是床，但这个我也感觉小，跟我想象中比起来，我觉得小了一点。看看还有其他的。车嘛，数量就从现在看起来感觉也变少了不少。我们看上汽大通的，看有什么新款的样式的。对，但这就是皮卡形态的嘛。还带卫生间，是这个是吧？还有4路监控啊，你看，都有的啊。这个是一个空调，应该是拆了空调吧。有个小型的卫生间，升顶的，里面还有洗衣机。上面这是床，电动的。这也可以放下来。这个放不下来呀、这个，这个是可以折叠的，应该它也是折的，对吧？它应该折到那么矮，你看就折到这里，整体是可以折叠下来的。这边还有一个装投影仪的地方啊，感觉不安全是吧？看微波炉、冰箱。也能看到有些品牌它展出的车是非常少的，只有几辆车，而且询单量也很少。现在中国的房车成交量是断崖式的下降，一场展会可能一单成交的都见不到。你能看见很多人就是来随便看看的，询价的人都不多。这也是后面有床，还是上下铺的，你看。然后我喜欢这种可以跟驾驶员可以互动的。这款车得多少钱44万多。？44万。这几款是不是就品牌不那个底盘都一样的呀？对，自主研发的轻配底盘。这是4驱的吗？还是2驱的？前置后驱。前置后驱。2.0T 的，是吧？现在各个展位上就是参展商的人，但是你看这种观众啊或者购买者寥寥无几。你要说大还是这种车大？这个车比较大，这款车前面3款车比较大，它上面这个也是床，你看后面也有卫生间，你看这个车是符合，需要什么加座的？这个也是 C1 啊，这种车大知道吧？前后2张床，前面一个床，后面还有一个床，对吧？这种车是最大的，你看这个厨房也是个标准厨房，洗衣机，对吧？能租到这种车，租的试一下。好吧，现在这个是南京的国际房车露营展啊。
刚刚底下的是一个预热环节啊，看一下，大的卡车底盘。经销商现在大量的 4S 店正在关门转型，不管是传统汽车也好，还是这种房车也好，都是积压非常严重的。我还是比较喜欢福特的，我们先看福特好不好？很多经销商就低价清仓，现在这些房车都是先预定再生产，所以他们的库存压力还没有那么大。不过销售人员就流失非常严重了，卖不掉嘛，也挣不到钱，所以很多转行就是干其他行业去了。现在新车这个房车的销售数据持续走低，很多品牌都下降了50%以上。二手房车价格也很低，3年车龄贬值率50%已经算好的了，可能很多就是更多了。而且二手车的挂牌数量明显变多了，实际成交量还很少，就是想卖的人多，想买的人却很少。那个带升顶的这种，它虽然能下地库，但是保不齐你没办法在里面待的时间很长。对，万一下雨啊、刮风啊什么的，你就只能压抑的把帐篷放下来，对吧？你像这种，你就站在这里面毫无顾虑。这个有几度电啊这10度电， 10度。对，48伏的双发10度电，没有配太阳能板，但是配了新能源充电孔和快充，快充。快充也还好啊。然后那个空调是采暖吗？还是什么？空调是这样，冬天是那个采暖，夏天的话呢是那个顶置的那个多美达的双钻的空调。这个夏天正常可以带多久啊？如果是这个2天呗。2天2天没问题。这个这种还可以哦。总体来说，像这个它的那个，但是要看你怎么用吧，因为它长时间停的话，所有的车都不够电，对吧？基本上之前是个2到3天，但是如果说是春天、秋天、冬天，那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像这些电的话，10度电基本上你用5天到1个礼拜问题不大，是这种情况。这个车刚刚说多少钱来着？54万8。54万8。对，转换的话，现在订现车的话，价格稍微还要少一点，少个那个2万到3万。好，谢谢。你喜欢这一款？这款还不错。这款是瑞福出品，瑞福工厂改，奇瑞福。我不知道您对于房车那个品牌这边有没有过多的去了解？没有，我就看了底盘是什么依维柯啊，或者是福特的，我就看了这2款底盘。对，底盘是一个问题，还要赶上家。上装是谁家做的？上装部分的话，它的做工、它的售后、它的质保都是有讲究的包括它的工艺啊，做得好还是坏，那个都不一样。这个工厂在什么地方的呀？你说那个瑞福？瑞福在安徽芜湖。是芜湖的是吧？芜湖的奇瑞集团的。奇瑞的。这个呢是那个进口依维柯中国定制的版，然后呢这个价格也不贵，59万8。全进口依维柯底盘，带空气悬挂，带 L2 级别自动驾驶辅助，带那个主动跟车 ACC 主动刹车盲区监测都有。这个底盘是目前来说房车底盘里面最高配的一个底盘，没有之一没有之一，是最高配的。底盘售价48。底盘那么贵？比T8的底盘贵多了然后那个，但是现在这个我们为了打市场，我们推出了这一款定制版的59万8，60万不到你就能买到一个戴德的工艺那个这是对，它进口依维柯的底盘。我几个厂家互相这个是超通我竞争或者说规范那个行业，消费者是能占到主局。非常轻松。您可以主副驾驶坐一下，它的一个舒适度很高。二手车商现在都不太愿意收货，因为收回来之后担心卖不掉呀。这个座椅坐的也很舒服的，还是气动调节的。原厂带气动调节，再坐一点点热。开长途肯定还是底盘要好呀，要不然的话。而且是它的方向盘这边是人体工程学设计的，然后呢带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有3种车距保持，定速巡航、限速功能都有。这个房车它进口车住非常舒服，住的非常舒服。这是4驱的还是2驱的呀？2驱的，也是2驱的，偶尔4驱可以。它是带牵引力分配系统的。对，牵引力。国家规定的3年，你这个可以的。这个是几座？算是几个人？6个人。载6座。载6座。平时的话，你们如果2个人的话，拓展上不开也可以的，就是2个人用。然后呢，合轴床、大电视，然后呢大水大电，这个是13.5度电，48伏，然后呢是300升的水箱。刚才那个 B 型只有145升的水箱，那么用水这个比较轻松了。还是得买个底盘好的。这款我觉得挺好的，比刚才那款比一下，就觉得这款更好一些。
那肯定这个我觉得底盘这个开起来肯定舒服底盘。是最舒适的一款底盘，就是这底盘是没有比它更好的，目前来说这个底盘。那么像这款车的话呢，我们价格的话呢就只定在了59万8，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这款车订车周期现在是4个月。是，对，这个是手动挡的，不是自动挡的。自动挡的，自动挡的，自动挡的8AT 的自动变速箱，这个变速箱也是，电子手刹，电子手刹，它只是没有什么像他们一样的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它是用遥控钥匙来开和关，插钥匙启动。然后呢，全液晶显示的那个新的液晶的那个扭变率底盘的一个显示。这边也是一个显示。对，这是床啊，这是床，上面那个床，上面这个床很大，美女，你看，你如果是喜欢那个睡得大一点，这个车就比较舒服，小心啊。这个床你睡的，我跟你说，你不管怎么睡你都舒服，而且它做的这个顶是比较好的，它空间的这个感觉是比较大，它压抑感是没有的，压抑感是没有的，非常的宽实。就是内部床看起来不错。大通的车早点卖还能卖上高价。现在能不能卖上高价？现在嘛，你这个其实呈现了一种消费者行为的变化。过去大家是追求生活品质，现在是回到理性的生活。就过去他们是想憧憬诗和远方，想要追求一个美好的生活品质。现在呢，一看生活成本那么高，对吧？这个房车的使用成本也很高，投资又没有回报，所以真的想用就想一想吧，或者是干脆去租赁，这样就不用买了嘛。短途自驾就干脆就开自己的小车，就不要买房车了。而且现在房贷压力持续存在，每个月你固定的收入变少了，支出却居高不下，医疗支出又变多了，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少，所以现在大家买车的欲望就不强嘛。而且今年的股市你知道的，投资回报率不要说了，肯定是负的，财富就没办法增值啊。就业市场现在又那么差，就业不稳定，收入预期又下降了，大家都很怕中年失业呀。而买房车的一定要是那种有时间有钱，那肯定不会是年轻人嘛，大多数还是中年人甚至老年人。其实房车它的燃油费用也是很高的，100公里油耗10升20升都很正常，一次长途旅行油费肯定上万了呀。维护保养它的配件又贵，网点又少，而且现在中国专业营地很少，停车费用又高，保险又贵，所以房车的使用场景还是很少的，毕竟价格那么高，你必须不在乎钱才行。现在中国也有很多城市被他们玩坏了，就导致很多房车禁止进入了城市里面，营地又很少，配套非常简陋。冬天的时候在东北房车就没办法用，特别冷，不知道你们用过房车没有？冬天的时候在东北，如果你是在南方温带旅行就还好，经济寒冬啊，你能明显的感受到，就算在这样的房车展上，你也能感受到大家的消费意愿持续走低啊。中产阶级已经没有钱了，中产的躺平其实就是对社会无声的抗议吧，就是对社会生活无望的无声抗议。所以现在大家的储蓄意愿非常强，不想有风险，对未来预期非常保守。所以这个房车市场的衰退啊，不仅仅是一个行业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经济转型时代的缩影。它折射出来的这种消费降级啊、中产的生活困境啊、经济结构的转型等深层的问题啊，非常多。能不能找到破局之道呢？其实我们谁也不知道。只有真正的解决我们这个普通人的收入增长，把财富分配做好，社会足够公平，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大家才会有信心消费。所谓的消费升级，一定也是解决这些根本问题之后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房车市场的复苏啊，还等整个经济环境的改善。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不知道有生之年我们能不能看到。好吧，今天就这么说，拜拜。轻卡，这个怎么样？这个轻卡也够大呀。比亚迪 1.5T 混动。这种怎么样？先去看一下。材质还要有意思。我是喜欢那种很亮丽的那种，很亮的车。床啊，这个床长度还是可以的。出来给人一种感觉，我进去都标准床像到家一样。上面是储物空间。就储物空间的大。对。冰箱。还有一点，还有一点，还少了一样东西。如果有挂衣柜。衣柜是吧？哦。因为我老婆全部都是长裙，哎呀，我说一句话，这何在挤人的？我这是我所有的房子我看了，就是想要一个挂衣柜，有挂衣柜的格局不适合。你的需求就是要有大衣柜，然后嫂子放衣服。GMC 的这种小车怎么样？这种小车比较简单，可以在里面简单吃个饭呀，然后睡个觉。但如果你说在里面洗澡什么的就不行了。但是这种车就很方便，基本上你想去的地方它都能去，地库啊什么停在哪里都可以，对吧？小车它更多的是一个平常出去玩宿营的状态。好。这种就是拖挂的，整个拖起来的。那小的就适合零零大的2个人啊，简单一点。那这种拖挂的其实也可以啊，一般人家拿一个，比如特斯拉在前面吧拖着，也不贵，这玩意儿7、8万块钱，你随时想停在哪里就能停在哪里。你去看看那个纯拖挂的。不想要拖挂的，那这样子。拖挂是最方便的，你可以开着你的车出门玩，然后休息的时候把这种拖挂的放在这。怎么可能呀？停在那儿谁能拿得走啊？拖挂房车是国外最流行的一款房车，就适合像你说的什么，比如因为你买个房子，你在家大多数时候是停着的，你没有时间开玩，拖挂的就解决这个问题。你看26万8，还是欧式装修的。荷载6人的，这也是个卡车底盘的，威科码，深顶的。这款怎么样？这款可以吧？看起来很大，对不对？我比较喜欢这种，就这种不是太大，外观看起来相对比较低调的。你看50的，你说的大面包，这个大面包不小哎，看起来就像货车一样。也有个床啊，然后冰箱，啥都有了。这个灶是什么灶啊？你看。哦，燃油灶这是，智能车载燃油灶，那它是烧什么油啊？我不太清楚啊。像这种车坐一下试一下感觉呗。你看，哎呀，
这种车，你看上面能放东西的，冰箱，冰箱也比较小，这个东西都是刚刚小的。这款多少钱啊？官方报价现在是33.8。这个是柴油的吗？还是汽油的2.3T 柴油发动机，然后8AT 的变速箱。这个床就相对来说小一点。这个床是185×135的。哦，185×135，宽度 OK， 感觉长度略短了一点。它车内走的是田园风格，所以它车顶做了吊顶，车内做了一个吊顶。它正常里面内高的话是1.7米，它做了吊顶的话就是1.6米。对我来讲，房车一定要好看，因为我绝对是一种看的人，我出门绝对是看的一个人。对啊，所以一定要好看呀，所以底盘一定要好呀。那个便宜，那个就10几万，你看到了，14万多，这个21万。就买这个吧，这个你看拖着多好玩，你开你的特斯拉就行了，你用你的特斯拉拖着它。你看，你看，我们看看拖挂型的长什么样嘛。小蜻蜓房车多可爱呀！你看这个，多可爱呀！这个肯定也不贵。其实拖挂型的还是比较好的，平常不开就往那一放就行了，真的是有个床可以睡。那就买一个吧，买拖挂的吧。往那一停，然后我们就可以睡在那了。对呀，住的房子吗？住房子还